有一个成功的模式，一个大师级的人物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今天提供给各位参考。多少次不得已，我们讲的回忆，多少次的放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树全。前一阵子有一位小女生来到了我们的录音室，跟我们的工作团队在做一些录音。录完音了之后呢，到了楼上，我跟他们聊了一下下。我在旁边听着这位女生她的一些近况，唱得非常好，然后也很漂亮，各种条件都非常的不错。我听完之后，我给她一些建议。今天我透过这镜头也跟你一起分享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会唱歌的人，各种条件，各种身材、外表，各种谈吐，各种条件都非常好。但是有一个关键的事情，我今天要提醒你，每一个艺人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 product， P-R-O-D-U-C-T product， 你的产品是什么？产品，这个产品就像一个手机，任何一个手机要把这个手机卖出去，他们都需要做出一个样品，一个 prototype， 解释我的这个产品有什么特色，我的风格是什么。同样的，我们身为一个艺人，我们也要做出来一个 prototype， 一个产品，有了这产品才能呈现出你的风格，你的音乐的走向，你是什么样的音乐。好，我跟这个同学讲，未来的12个月，我要你专心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你的产品，你的 product 做出来。无论这个是个 demo 或是一个完整的产品，用你所有的资源做到最棒，最接近它最后的完成的 master， 最后的完成品。原因是将来你才有办法拿这个产品给人家看，无论出去表演，无论说人家要看你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，你才有一个完整的产品。但这个产品绝对不是你今天拿了别人的 KTV 的东西进来这边唱一个新歌重唱，那个产品是属于你的产品。这个产品是你将来每天晚上都要唱你自己的歌 ，original song 是你自己的歌，是不是你写的不重要，你可以拿别人的歌，你可以拿别人英文的歌写上中文歌词，你可以拿日文的歌填上中文歌词，你可以拿泰文的歌填上中文歌词，你可以拿拉丁的、意大利的、韩文的歌填上中文歌词，或是其他国家的都可以。但是这是一首别人还没有听到的、没有上过排行榜的歌，是一个陌生的歌。好，下一个我要在这边跟各位解释一个基本做唱片专辑的，在我们产业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。一张专辑里面大部分都是10首歌，有一个成功的模式，当年是有一位人叫做 Clive Davis， 就是 Whitney Houston、Barry Manilow 这些唱片公司的老板，他当年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，后来他离开了之后成立他自己的唱片公司叫 Arista 唱片公司。这个老板 Clive Davis 是我们业界非常尊重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今天提供给各位参考。一张专辑里面有10首歌，10首歌里面有5首歌，我们称它为 singles， 就是商业的单曲。另外3首歌我们叫做 artistic cut， 就是比较偏艺术性的歌曲。另外2首歌我们称它为 alternative cut， 就是另类的歌曲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呢？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想买一张专辑回来10首歌都是那种商业的典型的商业歌，它需要一些不同的味道在里面，所以你会有5首歌商业的单曲，那很流行，很朗朗上口，很容易让人家接受的歌。那另外3首歌是比较有艺术性的，呈现那个艺人的他的风格，他可能钢琴上很会弹钢琴，多表演一些钢琴，他很会飙歌，可能多飙一些东西，或他有一些特质呈现他的艺术的那个层面。另外最后2首歌跳脱出来，做一些不同的
展现艺人的层面，比如说用爵士音乐啊，周杰伦最近有一首歌叫 Mojito 啊，就这些比较拉丁的歌啊，或许爵士的编曲，有些乡村的音乐做不同的编曲的方式，让这张专辑很丰富，有不同的色彩，这就是一个完整一个好的专辑。我告诉这位同学，你先做第一批的5首歌，做出5首歌之后，你一定会有不同的心得，你的经验也更丰富，然后用第2年再做第2批的5首歌，然后用第3年再做第3批的5首歌。你会问老师，我做完了第1批5首歌会不会就红？没有人可以承诺或答应你。你坐在你面前的这位李老师是做到了第3批的5首歌，最后才被唱片公司发掘。因为你每做5首歌的时候，你都会学到一些不同的经验，你会越做越棒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把5首歌做出来。所以呢，用同样的比例，刚刚讲的5-3-2的比例，我们现在用一半的5首歌，所以我们用3-1-1，3首是单曲的歌，就很商业性的单曲歌，1首歌是艺术型的歌，1首歌是另类型的歌，所以我们用3-1-1的方式，你去找，无论是透过你的朋友，透过网络，现在到处都可以找到不同的歌。如果你是一个自己是词曲创作者，允许老师给你一个建议。老师本人也是一个词曲创作者，但是10首歌里面，那最红的2首歌往往都不是我自己写的，那8首不红的歌全是我写的。你会可能笑了，但是我却要告诉你，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，包括 Barry Manilow， 包括很多艺人都是创作型的艺人，但是那最红的那2首歌最红的往往都不是他们写的。在我的演讲里面，我常常用一首歌叫做 I Got a Name， 是 Jim Croce 所唱的，但别忘了 Jim Croce 写了好多歌，但那一首歌最红的也不是他写的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我们老祖先教了我们一个秘密，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往往我们有时候自己是词曲创作者，但是我们很容易跟商业脱个离。所以呢，我会建议你去找一些歌是很有商业性质的歌。那你会说，老师，我到底要去哪里找？你可以去到国外的一些排行榜上去找，就反正你要找的歌是大家陌生的歌，然后你去把它重做、重编曲，然后或是填上你的歌词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要你用未来的12个月专心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你的产品这个 product 做出来。然后 product 怎么做？挑出3首是那种最强的单曲，1首是那个比较偏艺术型的，能呈现你个人风格的，能把你的艺术、把你的深度展现出来的。另外1首歌是很另类、俏皮的、很可爱的，用不同的角度来展现你的艺术风格，然后做出这5首歌出来，就往这个方向走。然后就记住，老师最后留一句话 ：Always work with the best， 永远是跟最强的人合作在一起。你会发现周边有很多人不是那么优秀的，慢慢远离他们，一直去找那些最优秀的人，跟他们工作在一起，那样子你的作品才会越做越棒。就记住哦，先只做第1批的5首歌1批，然后你也不要紧张，因为你会在这个过程之中越做越棒，然后你会学到很多的新的经验，然后未来你再做第2批的5首歌。我们做完了之后，我再告诉你下一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产品慢慢的放到市场上去，一步一步的来。但是你的第1步就先专心把这5首歌 product 你的 product 做出来。如果在结束之前你会问说，老师，如果唱歌不是我的 product， 不是我的产品的话，无论你的 product 是什么，可能是你善于跳舞，那你可能善于是舞蹈、道具、服装，任何东西，那你就把你的那个 product 第1批的 product 做出来，让你可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。但记住，这个一定要是你自己的 original 原创，你自己的东西，不是拿了别人的 KTV 的 color 然后跑进来唱现在最红的东西，那个一点用都没有。好，那个只是好玩 OK， 但是
实际上对你事业上不会有任何帮助。好，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，拜拜。